犯，都是一些胆大包天的亡命徒。在这个环境里，你能不能生存，要靠你自己。他是我的。好舒服啊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他是我的客人，快把手铐脚镣解开。是。是。你帮了我，我也会帮你。以后你就不用照顾那帮人渣了，你就替我打扫办公室，必要的时候替我教训教训我看不顺眼的人。开门！哎，有没有什么情况？62149，出来！给我带走！可惜了这样一个大美人儿啊！
让他们买吧。走走走，走吧，长官慢走啊！来，走了走了，走了走了，走。谢天谢地，你没死。憋死我了。在这个计划里，你扮演什么角色？我是你的影子，协助你完成任务，保证你的安全。你要是老实点也许还能活命。王牌员工，听说政府的人查了那么多年，都没查出懒猴是谁。哎，你怎么就知道典狱长就是懒猴？他的房间井井有条，说明他是一个做事很严谨的人。他清点档案的手法，恰恰是银行点钞员的手法。由此判断，他至少以前干过与银行有关的工作。这个是我生平的第一张钞票，意义比较重大。阿三是我们的人吗？你难道没有听过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吗？看来你的工作不过关啊！我之前差点被吊死，刚才又差点被憋死。那也没办法，只能下次改进。没下次。非常好。请。来，跳一支花带舞。抱歉，你根本不配我为你跳。大叔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该休息了。咪咪，我们走了。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荷兰商社，竟然有这么多荷枪实弹的警卫。我觉得想要硬抢，成功率太小。西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还正想问你们呢。
我是奉经理的命令执行秘密任务。什么秘密任务？经理想收回我们的国宝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偷也不可能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西西小姐，我已经想出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引蛇出洞。干什么呢？爸爸，出什么事了？嘿，北方家人被偷了。什么？是 CPA 的人干的，一定是。印章偷到了吗？爸爸，印章已经被毁了。啊？怎么会？是谁把它毁掉的？
应该是贵海清干的。我只在李有林的档案里发现了印章的碎片。简直是该死的水平！爸爸，没了印章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承认这次是我们失败了，他们确实是棋高一招。可惜上天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上天？不错，国民政府新版的法币取消了行长印章这个防伪设计。果然是天佑帝国。这回你带回来的奇闻要派上用场了。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我没什么。美食油墨公司主管丹佛与销售员杰克狼狈为奸，倒卖特种油墨后因分赃被军发生火拼，主管丹佛被杀，销售员杰克失踪，至今在逃。您看这个理由好不好啊？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我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爸爸常说，死人才是最可惜的。经理，哎，柯明，法租界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我勘察过现场了，应该就是日本人与丹佛的交易地点。糟糕，还是晚了一步。不，日本人应该没有得到油墨。你怎么知道？通过现场的残留痕迹来看，2辆卡车应该是满载油墨的卡车。我今天早上去美食油墨公司的仓库调查过，他们说丹佛就在今天早上提走了满2卡车的特种油墨。会不会是日本人故意布置的疑阵？不可能，他们没必要自找麻烦。其次，我找到了这个步枪的弹壳。对，从狙击的位置、距离还
按照武装手法来看，应该是我们亲爱的露露小姐。露露小姐，历史我就知道露露是我们的福将了。哎，露露怎么没来？应该跟这个有关系。这是在爆炸现场的卡车残骸附近发现的。特殊的日子，3月12日，对露露节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3月12日是我失去双亲的日子。3月12日也是我失去妹妹的日子。3月12日也是我重生的日子。从10年前的3月12日开始，我就把我的生日放在了今天。你到底是谁？小小，还记得这个阿布吗？姐姐，就是我。自从你被日本特务抓走以后，我就一直在找你，想要救出你，没想到你却一直在我身边，而且还成了严谨的养女，被日本人当作鼹鼠安插在 CPA。 对，我是严谨的养女，我也承认我进入 CPA 是另有目的，但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报仇。报仇？你报什么仇？日本人才是我们的仇人。你胡说！我们的仇人是华侨爱国会，那是严谨在骗你。10年前没有 CPA， 杀死我们父母的是日本人。不可能，是严谨大佐救了我。当年要不是他收养我，可能早就被那帮南洋强盗给杀了。我不许你污蔑他。小小，你不要再喊那个名字了。这小小的女孩10年前就已经死了，如今的我是回来复仇的死刑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都在找你。如果你真的是我姐姐，你就应该跟我一起去报仇，而不是站在这里指责我。正因为我是你的姐姐，我才不能看着你认贼作父，一步一步的错下去。小小，你知道吗？为了你所谓的复仇，我们有多少同胞命丧敌手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只知道，我要报仇。阻止我的人都得死。那你就开枪吧。最擅长世道，
定要先制住他，趁他不注意，到时候袭击他的腹部，趁机把刀抢过来。最后问你一次，我们到底是姐妹还是敌人？我们是姐妹，可如果你还为日本人做事情，我们就只能是敌人。周哥，怎么了？怎么押车的不是鬼子兵，都是日本浪人？别管那么多了，咱们先看看车上装的啥东西。这么多钱啊！怎么样？看出什么问题没有？雕版无懈可击，油墨的颜色也分毫不差。
要说分辨，除了纸质手感有些差别，编码有些模糊不清外，剩下的几乎可以论证。不错，这就是刚刚流入市场的伪钞，多数是小面额的，看到没有？经过专门的翻旧处理。看来日本人已经破解了新版法币的油墨配比。看来日本人的金钱豹计划终于要实施了。日本军部行事向来谨慎，这次流入市场的伪钞量也很小，可能是进行实际效果测验。我们必须趁早找到日本人流入市场的伪钞源头，切断他们的供应渠道。那现在有什么线索？经过调查，最先流出这些伪钞的，居然是一个本地的抗日民间团体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很纳闷，这是一个名为抗日铁血兄弟会的本地民间组织，他的头目全哥曾经是国民党序列中的一名排长，因为不满意128上峰的撤退命令，带领手下的兄弟成立了这个抗日民间团体。这几年他们一直在上海附近活动。那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抢劫了日军的运钞车。既然这样，我们找到他们，就能搞清楚日本人的计划。不是说找铁血兄弟会吗？怎么跑宪兵司令部门口蹲点？老鼠终于出动了。来了，有2辆卡车。好，兄弟们，上！2位的大恩，在下没齿难忘，大恩不言谢。从今往后，如果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好说好说。确实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爸爸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找我吗？西西，之前运往白龙族的押款车被劫了，我怀疑这件事是本地激进的小帮会所为。我派了2个宪兵小队隐藏伏击，没想到全军覆没。照理说，那些激进的民间团体不具备这样的实力，居然能全灭2队帝国军人。从现场勘查来看，伏击队原本是很成功的，杀了大量的中国人，但是半路被2个高手所灭。高手？狙击高手。我怀疑他们是 CPA 的人。
由此看来，CP 一定已经注意到伟超的头发了。爸爸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看住白龙族。组织上传来情报，近期一些依附于日本宪兵队的小帮会突然十分活跃，他们走街串巷，大量收购粮食、棉花等物资。上级判断，这是岩井一石二鸟的招数，一方面利用小帮会实际测试伪钞的使用效果，一方面再趁机囤积战备物资。我们已经查到了，宪兵队和小帮会之间是由一个叫白龙组的日本帮会从中协调。上级命令，必须粉碎岩井的实验计划。是，如果硬抢宪兵队保护的运钞车，肯定很困难。如果能让他们放松警惕，就好办多了。你打算让全哥他们冒充宪兵？当然不是，不过确实是他们冒充日本人。我要让他们伪装成白龙组押车的人，与外面埋伏的人里应外合。你要让全哥他们假扮日本人，他们又不会说日语，肯定会捅娄子的。所以，这次行动必须由你亲自负责。是大家姐的侍女。周露小姐，怎么样？没被日本人看出破绽吧？当然没有。哎呀，幸亏有李恩公在旁边，当时啊，我吓得腿肚子直抽筋儿。哎，关键是现在怎么处理？照我说，既然全都是害人的东西，干脆一把火全烧了。不行，好不容易抢来的东西，烧了岂不可惜了？这些可全都是假钱呐！我们知道是假钱，但是中村不知道。不可能吧？中村和白龙组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伪钞，以为是宪兵队给他们的活动资金。而且最近我又查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这个中村表面上对岩井很恭顺，其实他的野心不小。哦，他一直利用岩井的支持，拉拢各方面的势力来扩充他自己。我从中村夫人那儿得知，他们之前购买的物资根本就没有交到宪兵队，他想倒卖物资，从中获利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拿这笔伪钞去和中村做生意？没错。哎，我们拿假钱去买东西，这个好啊。但是这个中村他会不会不卖啊？他会，因为之前的资金已经全部用来购买物资了。如今中村的摊子铺得很大，资金又不够了，所以他向宪兵队提出加运资金。可是这些钱全被我们劫来了，你们说他们会如何去找到钱？倒卖物资，赚取差价。只要我们出的价钱够高，那个中村他肯定会动心。这事儿就交给我吧。李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？在哪里发财？只要能赚钱，什么都做。哦，不知道李先生为什么要收购我这批粮食和棉花呢？当然是为了赚钱喽，还能有什么目的啊？哎，我觉得你们日本人太不干脆了，问这么多问题。你只要告诉我你有什么货，我全部都要。全要了？对，
你有那么多资金吗？哈哈，我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不管你有什么货，我全要，价格比市场上高30%。这是定金，你要是同意，现在就交易；如果不同意，我就另找卖家。李先生，能不能容我考虑考虑？这么小的生意都要考虑？看来你们白龙组真的是小打小闹的帮会。阿全，别浪费时间，走。哎，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你的价钱我接受了。那就好了。什么时候交易？随时都可以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合作愉快。啊。你真是个笨蛋，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笨蛋！对不起，大佐，简直给敌国的军人丢脸！你马上！爸爸，为什么发这么大火？郑村那个笨蛋居然擅自倒卖战备物资，而且还中了圈套。怎么回事？嗨，西西小姐，是驻村擅自动用军火库的东西私自倒卖，而我们之前运往白龙组的200万资金也被假扮白龙组的人领走了，然后用于和中村交易战备物资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中村的私心，我们之前收购的战备物资统统被别人买走了，而且用的是我们印制的伪钞。是的，爸爸，我觉得这幕后一定与 CPA 有关。我也是这样认为的，谢谢。你亲自去一趟白龙组，警告中村，我不管他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把那批丢失的物资马上给我找回来，否则我就灭了他的白龙组。物资都安排妥当了吗？东西暂时都存放在兄弟会的仓库中，我已经联络了经理，准备转运物资。经过这么一闹，日本人和中村一定会追查此事，我担心兄弟会的人会遭到牵连。放心吧，我之前已经让全哥带着兄弟会的人先去避避风头。你什么时候出来？我担心日本人会怀疑到你头上。在物资转运出去之前，你们还需要我潜伏在敌人内部传递消息。我主要是担心西西，万一你被他认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对公司的行事风格太了解了。不用担心，我会小心的。严谨小姐，我也就无非想光大白龙组。够了，我这次来并不是想听你什么解释的。父亲大人说了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限你1周之内务必找到丢失的物资，否则的话，你们白龙组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1周？还请严谨小姐多宽限几天。现在连欺骗我们的是谁都不清楚。这你就没必要担心了。其实父亲大人也没有想逼死你，我这次来呢，就是协助你的。多谢严谨小姐。如果小姐能帮白龙组度过这次难关，白龙组是永远记住小姐的恩情的。我可以给你提供个线索，根据特高课调查，抢劫第一批运钞车的是一个名为铁血兄弟会的激进民间团体。小姐以为是他们干的？这就需要靠您去验证。我们查出他们在法租界有一处仓库，可是事情都涉及到租界问题，我们宪兵队也无能为力了。严谨小姐请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你，你们白龙组最近招过什么外人吗？
外人，白龙族只招日本人，即使扩充，也不会招收本地的中国人。那你们内院的佣人呢？也都是日本人？啊，内院都是追随我多年的。哦，对了，内院确实来了个新人。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是一个烹茶高手，是我夫人无意中收留的。是个女人？小姐怎么知道？而且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。难道怀疑她？我并没有什么怀疑。记得上次来内院时曾闻到的茶香，想必就是出自这位高人之手吧。阿玲确实是一个烹茶高手。啊，对了，小姐，我能否给您引荐一下？这样啊，也好啊，高手之间可是难得一见的。小姐，请。露露姐，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啊？你刚才就已经发现我了，为什么不直接揭穿我的身份？那是因为露露姐太厉害了，而且需要我亲自来了解。西西，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？哼，执迷不悟的是你吧？我们的仇人是 CPA， 我不能看着你沦为日本人的杀人工具。那我更不能让你成为我复仇路上的阻碍。他身上没有带枪，一定会有飞刀，这样他的弱点还在腹部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别慢！站住！别跑！经理，露露，你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我暴露了。中村带着白龙组的人正赶往兄弟会在租界里的仓库。什么？货还没运出去？事不宜迟，我们必须拖住中村，为转运争取时间。西西，你记住，这次去是为了夺回物资。至于白龙族和这些中饱私囊的帝国蛀虫，就和那些反抗帝国的中国人一起埋葬吧。嗨。李副经理，哎，珊珊，露露呢？她伤得怎么样？露露姐没什么大碍，不过她人呢？露露姐为转运物资争取时间，她去阻击中村了。那经理呢？经理去法租界的巡捕房寻求支援了。李副经理，露露姐临走的时候说了，让你千万别去找她，一定留下来指挥转运物资，否则这次去毫无意义了。现在物资转运到多少？还不到一半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所有人抓紧转运物资，快！是，走，快点，走走。给我打！给我上！别去！
高团长，你还是说了吧，部队有多少人？驻扎地在哪儿？这审讯啊，就像是一出舞台剧，你我都是演员，讯问者千方百计地想要拿到口供，而被受刑者却总是保守秘密。停住！或许我们该换一种方式。我们已经做好了营救高团长的计划，你的任务是盯住乔安。乔安？我们担心乔安救人心切，打草惊蛇，会破坏我们的营救计划。是这样，我明白。乔。什么事那么紧张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玩牌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们在殡仪馆的秘密机械库遭到了袭击，是乔安干的。一意孤行的家伙，真的会这么做？你早知道他会这么干。我怎么会知道？那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？我惊讶，只不过我考虑过乔安可能会采取的所有行动，没想到他干出那么出格的事情。对了，他拿走什么了？4支冲锋枪，7支手枪，1箱手榴弹，就这些？还有3枚高温炸弹。什么？他劫走了高温炸弹？本想到他为了报仇，只会拿走一些寻常的强制弹药，没想到他竟然动用高温炸弹。我是李克明，立刻签发针对乔安的逮捕令，要不惜一切代价追回高温炸弹。接日本宪兵队。喂，这里是宪兵队。告诉北野，放了高义军，否则的话，我就用高温炸弹轰了他的细菌库。报告北野大佐，这是刚刚截获的 CPA 电文 ，CPA 方面似乎签发了除奸令，正在抓捕一名叛逃人员，名叫乔安。叛逃人员 ？CPA 又在搞什么阴谋？严谨小姐，情报分析科对此事有什么看法？报告大佐，之前我们截获过一条情报，内容涉及一批特种武器的交易。特种武器与此事有关联？是的，重庆与美方秘密交易了一批高温炸弹，该炸弹是美国方面针对细菌生化战而专门研制的。分析情报科证实了 CPA 拥有这种炸弹，而这次人员叛逃，是那个名叫乔安的家伙偷走了这种炸弹。CPA 真的遇到了这么麻烦的东西？那么针对这个乔安，我们该怎么处理？他的问题我会亲自解决。严谨小姐，现在有另外一个任务需要你去完成。嗨。前几天宪兵队捕获了一名中共的高级军官，只是这个中国人的嘴巴很硬，连宪兵队都无法从他的嘴里获得有价值的情报。所以，严谨小姐，你的任务是亲自押送这名高级俘虏去东亚医院。东亚医院？大佐是要给这名俘虏治伤吗？芥川医生
有的是办法能够撬开最死硬分子的嘴。所以，你的任务是确保这名高级俘虏活着，并阻止中共和 CPA 对他的营救。明白。非常抱歉，我有急事。怎么回事？毛手毛脚的。报告。怎么回事？岩井小姐，您不知道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一个疯子从外线打电话到宪兵队，扬言要北野大佐释放一个叫高义军的中国人，不然他将用手上的高温炸弹摧毁我们的细菌库。高义军？什么时候发生的？1个小时前，现在在司令部已经传遍了。你拔枪的速度不会有我开枪的速度快。原来是你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来帮你。我不需要人帮。你以为你的威胁就会让日本人就范吗？让他们放人吗？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。你交回高温炸弹，告诉我日本人的细菌病库的位置。我说服经理，帮你救高义军。你当我是3岁的孩子吗？我看你真正的目的是日本人的细菌库吧。明白告诉你，鬼才知道日本人的细菌库在哪儿呢。那你我相信3枚美制高温炸弹换1个人，这个买卖北野一定会做。你哥哥高义军是抗日英雄，如果他知道你为了救他和日本人做交易，他是不会原谅你的。我宁愿让他一辈子不原谅我、仇视我，总好过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日本人害死。跟我回去。你不会开枪的。如果我死了，你就再也找不到高温炸弹了。我是不会开枪，但是我必须带你回去。别动，把枪放下。放下。乔大哥，贵泽特务在附近搜查，马上要搜到这儿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先走了。打掉他的武器，攻击下盘，在他失衡的时候彻底制服他。乔安，我敬重你是条汉子，也敬重你哥哥高义军。跟我回去，我们会想办法帮你的。我的哥哥，我自己会救，不劳你费心了。快！这边，快！报告。露露姐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不小心碰到了。没事就好，那我先走了。高团长，一切听我的安排，我保证把你带出医院。不行，我不能离开这里。为什么？我可是专程来救你的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总之我不能离开这家医院。抱歉了，高团长。哎，病人晕倒了，进来帮我一下。哎。
太放肆了！别忘了，你的哥哥还在我们手里，可我手上也有你们志在必得的高温炸弹。傻瓜才会把东西都带在身上。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样品。放了高义军，你就能拿到剩下的。哎呀，愚蠢的中国人！样品有一个就够了，多了我要它何用？你不守信用，那又怎么样？炸弹我要，人我也要。别开枪，小心炸弹！用你自己的命换几个日本宪兵，你觉得值吗？那好，听说日本人的火力太猛，你从那边绕过去，我来吸引敌人注意力。别开枪！别开枪！你们不是要炸弹吗？我把高温炸弹给你们。陈，不要过去！我给你们。我不怕！你放心，我是 CPA 的人，现在正在送你出城的路上。到了城外，你的人就会来接应你。不，你不能送我出城，我是一个火炸弹。我听到了芥川和北野的对话，我不能退烧，不能注射退烧药。一旦退烧，我体内的病毒就会开始发作，我回到游击队会变成一具行走的细菌武器，部队将会因为烈性病毒传染而毁灭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这就是这种病毒的可怕之处。这么说，高义军已经被他们劫走了。是的，大佐，我来这里就是向您报告这件事。中国人以为这回我们是放虎归山，可实际上我们送了一个定时炸弹去他们的老巢。以高义军的职位，一定可以接触到共务军的高层。等到病毒在他们核心扩散开来，接下来瘟疫会替我们解决所有的麻烦。前面的是日本检查站吗？对。下车！高团长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，你别冲动。再说了，别说了，我让你下车！你不会开枪的，你的子弹只会射向日本鬼子，绝对不会打向自己人。